昨天晚上我打開 B 站，看到一個我很喜歡的搞笑 UP 主發了一期視頻，標題叫做兇手一句話造就一樁懸案，然後視頻封面寫着破案的人是 gay。 我想到了一件事情，今年春節的一次飯桌上，我2年級的弟弟在飯桌上指着我叫道：哥哥，你是 gay。 當時我的第一反應不是聯想到這個歧視梗，也就是所謂的什麼什麼的人是 gay， 而是一種恐懼，一種無邊無際的恐懼。他是怎麼知道的？還有其他人聽到這句話嗎？他怎麼知道這個詞的？他才2年級啊！許多想法都衝進了我的腦海裡面，然後一時間我就只能愣在那個地方。吃完飯之後，我問我弟弟說：你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嗎？他說：我知道啊，是用來罵人的呀，這是個髒話。那一刻我真的想跟我弟弟斷絕血缘關係。最近真的像是一輛失控的火車墜向懸崖一樣，社會對於男同性戀的歧視真的像癌細胞一樣在快速的增殖。作為一名男同性戀，我真的越来越沒有勇气公開喊出我的身份了。最近比如說像是的辱男同的這種梗，還有一系列辱罵 gay 的梗和造謠，比如說 bro 零什么什么樣的人是 gay， 長沙街頭當众幫別人口，一些直男可以偽裝成 gay 然後去向女生搭訕，美其名曰是這樣讓女生有安全感。一些直女下載男同軟件來看帥哥，說不就是多嗎？反正我們也有啊。還有去年鄭州的人民公園打人事件，就有的時候真的會很累。小紅書上那些公然喊着 bro 零的女生，難道不知道這麼喊跟羞辱他們自己沒有區別嗎？何況 gay 是什麼很髒的詞語嗎？是下賤卑劣惡心的代名詞嗎？我們是 gay 又怎麼樣呢？長沙的事情一直在傳，說那個人是男同是 TS， 結果官方通報清楚寫的就是女性。後2個事情我都不想多說了，但凡思維正常一點的人都不會這麼想，都不會這麼做。還有鄭州人民公園的事件，最後也就是一堆未成年人，然後抓了1-2個，放走一大片，也就沒事了，也沒有道歉，什麼都沒有。我就有的時候真的不明白，想不清楚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我會非常的累，非常的无語。許多人就好像拋棄了最基本的道德準則和約束，變成了一群垃圾場裡面互相撕咬的野狗。而那些不良媒體和平台又把我們給污名化，好像男同騙婚就只是他自己的問題，他父母社會就沒有任何一點的歧視，沒有任何一點的壓力。然後無良媒體和平台他們又把我們給娛樂化，好像只要拿我們笑一笑就什麼關係，什麼事也沒有了。然後如果我們覺得被冒犯到了，我們覺得不舒服了，反過來說我們心也太小了。沒錯，我就是很計較，就是心也很小，因為我被冒犯到了。有異性戀說，當同性戀多輕鬆啊，又不用結婚，又不用花彩禮，又不用生小孩，又不用那裡支出那裡支出，多輕鬆啊。說我們已經因為這個有了很多特權，有很多紅利了，是嗎？那我來給你講講我輕鬆的一生。小的時候我父親不在我身邊，是母親帶着我。那個時候小學嘛，當時在懷化讀書的時候，我聲音比較尖，家屬院裡的其他小朋友經常欺負我，叫我娘娘腔。當時在校車上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如果叫到了我的名字，他們也只會喊那個娘娘腔。女生們成群結隊的取笑我，當我想要跟他們一起玩的時候，就立馬跑掉，我在背後笑話我。男生們玩着塑料手槍，瞄準着我發射的子彈。我現在還記得有一個比我小3歲的一個男生叫馬勝浩，他是所有小孩裡面最喜歡打我的一個。記得有一次他就把我按在地上，伸手拿起草地上別人吃剩下的那種白色的塑料盒飯，帶着油，然後扣在我的頭髮上，抹在我的臉上。我回家告訴我媽媽，可她也只會說我不夠堅強，我不夠強壯，我不能把他們打倒。後來轉學換了一個地方，換了一個小學，在那裡我被目睹校園霸凌，也成為了校園霸凌的受害者。我記得當時班上一個男生被3個女生束縛壓在地上，小學6年級的事情，那3個女生把那個男生壓在那個教室的中間。當時我們正好是在那種電腦課，在看電影，那個3個女生在電視就是公然就是趁老師不在，在班上打開黃色網站，然後放出那些視頻，然後
抓了我們班的一個男生，放在我們教室中間，把他綁起来，然後对那個男的强奸，就把手伸到那個男的褲襠，在那裡摸，然後把他的那个褲子解下來。我當時閉上眼睛，可我耳朵裡面無論如何我也能聽到那個男孩的尖叫的聲音。我回到家，我真的懇切希望我媽媽能幫我一把，因為我不想成為下一個男孩，我不想成為下一個被他們強姦的對象。可我媽她就也是置之不理，什麼事兒都裝作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於是我小學6年級的我只能模仿柯南裡面的殺人手法，拿一根很粗的繡花針藏在了中性筆的筆芯裡面。我當時是一邊跪着一邊哭着把那根針塞到筆芯裡面，心裡想着如果真的有人要強姦我，要校園霸凌我，就把這根針捅進他的肺裡面。然後到了初中，我逐漸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尤其是初2那一年。一開始真的很難接受，就半夜可能還會因為這件事情突然驚醒，然後盯着天花板，怎樣都睡不着覺，不敢想自己的未來會怎麼樣，就好像自己之前給自己鋪設的所有道路、所有方法都在那一刻全部破碎掉了。原來想成家，然後想要有孩子，然後希望有一個兒女雙全的家庭，在那一刻好像就都破碎掉了。在夢中夢到春夢，夢到跟同性發生曖昧關係、發生性行為的時候，顯然第一件事情是想要給自己扇耳光。後來好不容易說服自己，說自己是同性戀也沒關係，是雙性戀也沒關係。好不容易有了喜歡的男生，想每天下課找他去說話，想要多去關注他，想要多跟他聊天，想要盡可能靠近他。後來才意識到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時候，臉都會不自覺的發紅發燙。他當時跟我說他是雙性戀，說他怎麼樣。後來當時我還抱有一絲幻想，說也許就真的可能是呢，也許他真的就是雙性戀，然後也許真的就能在一起呢。後來才知道，雙性戀在他口中不過也就是一個時尚單品罷了。當時初3，他跟我說，對不起，我可能還是只喜歡女生。到了高中，發生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在班上自己出櫃了，第二件事情是我在家裡被迫出櫃了。在高中的班上，我很自然的就透露出我自己的性取向。我喜歡磕 CP， 喜歡看腐劇，喜歡看耽美文學，每天跟許多同學們在一起聊這些。也有的人跑過來問我的性取向，我也如實回答。我也知道有些人在我背後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我，但當時的我真的不在意那些，也可能是那時我還沒有那麼在乎。等到了分了班之後，在高3的一個晚自習，一個同學拉着我到了走廊跟我說，你知道那個姓周的那個男生晚自習剛剛傳紙條問我們說對你的印象怎麼樣嗎？他說他覺得你很惡心，很做作，覺得你是同性戀就別出來張揚，好好安安心心，然後隱藏的過一輩子不好嗎？當時離高考就真的只有100天不到了。然後還有一個小插曲，高3那段時間有個男生喜歡我，一直在追求我。後來等高考畢業之後，過了許久我才知道，高考畢業後那個男生去請教另外一個男生，問他如何喜歡上女生。他現在已經有個女朋友了。我現在還記得他當時信誓旦旦跟我說他是同性戀。高1的某一天晚上回家，母親板着臉色看着我。睡覺前他跟我說，父親在拿他的手機清內存的時候發現了黃絲視頻，是男同性戀的。我想跟母親說，把這些都跟他說清楚，想約一個時間跟他好好聊這些。可他捂着耳朵什麼都不想聽。半年後，我才真正的用了1個晚上去聊這些。他一直在哭，他一直在跟我說，兒子，媽媽希望現在只是因為你不夠成熟，希望你未來可以像楊絳先生一樣的，等到以後長大遇到真正自己喜歡的女生的時候，就會自然心動的。
媽媽，我也希望啊。同性戀真的並不是什麼时尚单品，也不是什麼少數特权，我也只是個人罷了。我不喜歡聽到別人在談論自己時說他們是什麼正確的性取向，我不希望大家追着我逼問我的性生活，我的出櫃經歷，我不希望別人把我當作成一個動物園裡的動物一樣看待。不管是熟人還是我的好朋友還是我的閨蜜，都好像我是關在籠子裡面的一個大象，或者在他們的眼裡，我跟泰國的 trans 沒有什麼區別。我也不希望你們假惺惺的向我表示你們尊重但不理解，或什麼理解但不支持。我真的很好奇，甚至想質問那些討厭我們的人，究竟為什麼你們討厭我？政策原因、宏觀原因、個人經歷，還是說你們也只是人云亦云的一部分罷了？我也會恐懼，我也会恐懼我的現在和未來，我也會恐懼 Bro0，會恐懼誰是 gay， 恐懼為什麼會被污名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梗出現？我也會恐懼為什麼無良媒體他們會把我們娛樂化，會把我們商品化，我也不知道他們在背後出了多少的力。我會恐懼現在這麼一個急轉向下、急速向右的社會，我們應該怎麼辦？我的未來生活該怎麼辦？我的父母該怎麼辦？他們應該如何面對三姑六婆的壓力？我又應該如何抵擋他們催婚的壓力？如果老了以後生病該怎麼辦？住進 ICU 誰來給我簽字？我好像也只會大聲的喊叫，在網上大聲的喊叫。這個社會我推動不了一點，也看見不了一點希望和光芒。更何況是那些在農村的、在小城市裡面的人，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真的很悲觀，很無語，很憤怒，很惡心，可是我也很無力，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